我继续往下讲。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地面铺装图给大家讲解完了啊。地面铺装图基本上是在这个墙体定位图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这个地面里面的铺装啊，里面铺装包括了我们常见的像这个地板呐、地砖啊，然后以及一些这个现浇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面啊，简单的这个铺贴的方法呢，铺装的方法呢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地板呢，我们喜欢用填充一些，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复杂。我们要是按照非常标准的从一边往这边赶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说我们用这个 H 去填充。然后而这个地砖呢，我个人的喜好是，给它用这个 L 线和这个 O 偏移去绘制出来。然后我想一般情况下都是从这个门口这块一点点门口这个角落，然后往两边去赶啊，从这边往这边赶，然后从这边往这边赶，一直来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去绘画。原则上就是让它在这个边角可以用这个固定家具或者移动家具挡住的位置，这块的砖你可以是半砖，但是呢，在这个门口的位置，一般情况下要保证它的砖是比较全的，这是这样的两种画法。如果要说更精细一些的图呢，最好把你这个画砖这个铺向也给它绘制出来，用箭头的方式，一个箭头。从这边冲向这边，再一个箭头从这边冲向这边，表示的是这个铺砖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另外呢，两种不同的这个，不管是你铺的这个砖的材质啊，还是说这个两种不同的材质，还是说两种相同的材质之间只要是两个空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放一个这个过门石放一个过门石，有个就是不同的这种砖。去作为一个划分。一般情况下，这个砖呢，用这个咖色和黑色米黑还有这个咖网门这样的一个过门石它相较于普通地砖的，像那个米白呀、什么米黄这些米灰这些灰色，就是说浅色的颜色相较而言呢，这个过门石的位置相应的是比较深色的砖选择比较深色的砖。这个是地面铺装图我给它那个后续补充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是这个插座布置图。插座布置图呢，大家看一下它和哪个图比较像呢？和我们之前的地面铺装不像，是在这个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去绘制的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绘制的呢是这个像这个哪个区域我加了插座。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见的插座呢，都是这个无孔的插座无孔的插座都包括了哪五孔呢？它包括的是一个2孔和一个3孔组合成的这样的插座。而且现在又出现了像这种一开五孔就是上面再佩戴一个开关这样的插座。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普通的区域不需要进行这个防水这个区域呢，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无孔插座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这个卫生间或者是厨房使用的插座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再加上一个防水的功能会再使用一个防水的插座，这样。这个是我们首先是根据这个插座去给它插座的不同，去给它这个用不同的符号去表示像这个表示的是一个这个无孔的插座这边表示的是防水的插座这也是不同的这个公司可能习惯用不同的这个图例去代替咱们使用的那个这个模块里呢，就是用这个 WP 表示的是这个防水的插座，然后用这个4这个表示的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无孔的插座。这是我们插座要绘制到我们相应需要放插座的位置你给它位置定下来了。然后另外大家看每个插座旁边都带了一个 H 冒号，然后它的高度这个表示的是 H， 大家知道是英文高度的这个缩写，对吧？
是 H， 是这个大写字母的缩写。后面呢带的呢就是这个插座距地的高度啊，距地面的高度。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距地的这个高度都是插座的高度都是300啊，我们一般你看这个设置的都是这个300毫米高。而这个厨房呢，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可以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这个1.2米啊1.4米啊1.8米这个高度呢是放那个这个插这个排油烟机啊这样的一个口。还有呢，有的像这个水槽里面呢，基本上它高度也是这个300，这个是隐藏在这个底柜里，橱柜底柜啊，就是水槽这个底下这个底柜里啊，隐藏在那儿。一般情况下会放一个这个高度为300的，它是为了插什么呢？插一些储宝这样的一系列的设备啊，相对来说隐藏在柜里啊，其他不隐藏在柜里，放在柜外的呢，高度大概在1.2米到1.4米之间这样的一个高度，它是为了插这个橱柜底柜表面上摆放的这些厨房电器啊。一般插这个像微波炉烤箱之类的啊，这样用这个1.2米的高度啊，这个是插座的一个高度。然后像这个公用的这个卫生间里呢，我们要在这个就是洗手台旁也要放置这个相应的防水的插座。其实我们家装里的时候也是洗手间也要放差不多1.2米到1.4米之间，在这个镜子前去放一个这样的插座啊，镜前的这个侧面墙上或者是正面墙上去放一个插座。这个是家装中呢，我们使用可能是用一些吹风筒之类的要插这个插座上。而这个工装中，我们这插座呢，一般情况下插一个这个烘手机、烘干机，对吧？然后再插一些其他的一些像那个一些设备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镜前灯之间会连一些这个灯槽或者之类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插座的布置。好，这个是插座布置图讲到这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天花布置图天花布置图呢，包括了像这个灯具这个图里呢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复杂一些，因为它并没有标注尺寸，它是把所有的，因为它不用这张图中不用标注尺寸，所以说它把天花图中包括的所有内容都展示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它这个铝扣板吊顶这样的一个铺贴，然后以及一些这个吊顶的结构，石膏板吊顶的这个结构然后蓄光灯带，然后正常的我们这些一些吊灯然后是轨道射灯筒灯，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厨房用的防水的这些这个筒灯。这些是灯具和这个天花结构地方全都给它表示出来了。另外大家还会看到一些这个不像是灯具的符号，那它属于暖通里的这个出风口和回风口是属于这个一个暖通这个系统的。像这个出风口和回风口呢，基本上它是一组一组的使用，就是你看到一个出风口就跟它相配应的一定会有一个回风口去给它配合在一起。然后这个配合使用的面积呢，这是请教了这个专门暖通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正常是以一个软件去计算具体的根据每一个就是空间它有针对它的不同功能去进行计算。但如果说以他们的经验值而言呢，大概是这个是每25平要放一组，一组呢包括一个出风口，一个回风口它相当于是有一些就是中央空调这些去进行调节这个室内这个空气、室内这个温度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这个25平一组呢是一个这个暖通专业的一个经验值。那我们在这个具体
铺装的时候呢，像这个工作是比较专业的，就交给这个暖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具体的绘制。但是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绘制这个天花布置图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简单的一个意向啊，大体的是给它意向排在哪儿。最后呢，如果我们这个不精确，可能人家会帮我们去给它进行修正、调整啊。但是我们是需要简单的懂一下这个位置，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位。这个是暖通这一部分。然后大家看到了，这还有一个这个特殊的符号，这个符号和这个符号，这两个符号分别表示的是这个烟杆以及喷淋啊，这属于消防系统里的这个符号。基本上呢，我们按照规范的值呢是这个3.6米一个喷淋啊，上下各是3.6米一个喷淋。然后这个烟杆呢是控制在9.6米有一个，基本上我们这个你可以相应的这个距离相应的短一些啊，但是不能比9.6米或者是这个之间的这个不能比这个喷淋3.6米更间距更长啊，它只能比这个间距窄啊去这样设置。虽然说这个是建议说是在这个3.6米以内设置一对喷淋，但是我们也不建议说就是太近去设置喷淋啊，它的距离尽量控制在这差不多是3.2米到3.6米啊，因为如果你设置的太近的话，那这一个棚顶不用看别的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喷淋这个设备了，对不对啊？我们本身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灯具啊，这些呢，就只要咱们达标就行，因为它喷淋是属于有一个半径范围的啊，它基本上是就是一个喷淋确定一点啊，它的半径范围是1.8米。然后这几个是之间，就是只要它这个圆圈半径范围能闭合上啊，没有这个覆盖不到的位置，那就算是这个喷淋比较设置的比较合适了。当然有的时候呢，注意一些就是之间的这个隔断墙，可能这个区域有隔断墙了，那你这边外面的喷淋就是喷射不到里面了，那你这样就是里面这个位置也得单独再给它放喷淋，那这些是要注意到的。然后另外呢，大家看到这个厨房的区域呢，并没有放这个烟杆，喷淋是属于你哪个区域都得给它布置上的。那个厨房没放烟杆的，是因为厨房它也有这个油烟比较大嘛。一般情况下，厨房可能就会放一个这个感温啊，就是通过温度，然后去确定它是否有这个火灾的危险啊，然后用喷淋去这个启动。而其他区域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这个烟杆。烟杆这个符号，喷淋这个符号。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涉及到了这个符号的讲解的绘制啊，从这个天花布置图开始，我们就要把这个天花中所有我们涉及到的这个灯具啊消防，然后以及暖通的所有的这些符号啊图示的符号，给它用文字去表示出来啊，包括这个是吊灯一呀，然后不同的吊灯的形式。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灯具啊，这个是烟杆喷淋、出风口、回风口这一系列呢，就是都要给它标注在这个图的一个角落啊，你喜欢放在哪儿都可以啊。以什么为原则呢？就是这个图片比较美观的这个原则啊，放到这个旁边角落里。好，这个是天花布置图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开关连线图。开关连线图，它是指这个，开关与这个灯具的这种连接啊。我们在这个天花布置图里已经把灯具都给它定下了点位，对吧？然后相应的每一个这个灯具，它肯定都会有一个开关去控制它。这块呢，开关就涉及到了这个，单控开关和双控开关这个问题。单控开关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号，就是我管它叫小翅膀啊，这样一个小点上有一个小翅膀的啊，那所有的它统称的都是单控开关，你甭管这个小翅膀上是有
一个横杠还是两个横杠，它都叫是单控开关啊，单控，至于这个小翅膀上有几个横杠，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连这个叫连，它表示的是一个开关上有几个按钮那有2个按钮呢，它就是双连3个按钮呢就是3连是这样的。但是它统称为都是单控开关比如说这个就是单控单连一杠，对吧？这个呢是单控双连我们再找个单控3连，单控3连没找着，我们直接找到一个单控4连的4个开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双控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双控表示的是这个一个小开关上一个小圆点上有2个翅膀它表示的双控。双控表示的是看这一排表示的是这个开关可以控制这排灯，这个开关也可以控制这排灯，那它是不是就是2个开关去控制的共同的这个灯那这样的一个说法，2个开关2又叫双，对不对？所以说它就是双控制双控制这样就叫做双控制的开关它是属于有2个翅膀的至于这种双控制的开关呢，你看这个它又可以是有很多连的，也就是说我这开关上我不只有这个一个开关的按钮，我可以有4个开关的按钮。你看这个开关它就控制了这些灯这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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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共控制了4排灯它就是有这个4个按钮同时呢这个开关又和这个开关共同控制着这3路灯，这3路灯，所以说这2个开关它们共同都叫做双控开关。而它呢是有四个这个小那个斜线，它就叫4连4连双控，这个是3连双控这个是开关的一个这个用法。现在这样讲大家可能听一次不会说完全的理解我希望就是直播过后呢，然后大家能这个反复的去观看，然后你再配合着这个图理解的就会更加的明确了一些这样。然后另外呢，我们在绘制这个开关连线的时候呢，尽量要用这个比较直线的方法去给它绘制。为啥要尽量用直线的方法去绘制呢？因为这样直线会比这个曲线看起来更加的直观，然后也更加的整齐所以说我们尽量用这个直线去绘制，但不是说你用那个曲线绘制不可以在少的情况下你可以也挺漂亮的，但是正常最开始立正的画法是用这个直线去绘制然后这个呢是我这张图这个这块那个开关这一块的这个图示没给它加注上后期呢我给大家会把那个传图的时候呢给它加注上这个开关的这个画法下一张图呢是我们这个灯具的尺寸图其实这个灯具的尺寸图呢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天花的构造尺寸图呢，我们本身可以放在一起的，但是由于这个面积越大呢，我们这个要绘制的东西越多，要绘制的尺寸越多，那你给这2个放在一起呢，就是很容易造成很多的线互相穿插这样呢会看起来比较乱，所以说我们给它分成2个图去画一个是专门去画灯具之间的尺寸，另一个是专门去画这个这个吊顶构造这样的一个尺寸。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灯具的尺寸绘制，这个图就比较好理解了我们就是属于把这个灯具之间每个灯具之间是什么样的距离给它用尺寸标注上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灯具距这个墙这个边缘距墙边缘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也给它标注上。因为这个图呢我就是怕画的太乱，给大家讲解的时候不清晰，所以说我把一些就是更加细节更加全的这种画法，就比如说这个灯具正常到这儿也应该画一个尺寸，我把这样的尺寸给去掉了这样呢大家看的会比较明确。但是我们在正常专业的绘图上呢你一定要细致一点具体的比如说哪个灯具距哪面墙的距离，然后咱们也正常要给它绘制出来
这个是我们比较精细一些的画法啊，就是说把每个灯具之间的这个尺寸都给它标注出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可以根据现场师傅去调配这个灯具的这个施工，我们去绘制这个灯具的尺寸。也就是说，我是想要在这块儿，比如说我想在这儿绘制一排这个筒灯，但是呢，我不去给你确定下来你具体的这个筒灯每个筒灯之间的距离。但我也要保证一点，就是说每个筒灯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具体这个相等，它是每个等距是800还是1000，由这个现场施工工人去控制，或者是和业主去沟通控制，具体的这个数值。但是我能确保说它是相等的，每一个是相等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尺寸之间呢写的这个数值就可以输入成 EQ。而不用说就是具体的每一个数值。具体这个画法呢，等我们绘制到这个灯具尺寸图的时候，然后再来教大家怎么去把这个 EQ 绘制在这个尺寸上。这个是灯具尺寸图。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天花构造尺寸图。天花构造尺寸图呢，就是画我们这个天花构造线距离墙体之间的距离这个主要是。这个就不具体讲解了。然后在这张这个天花构造尺寸图中呢，我们带了一下这个暖通的这个尺寸为了省一张图纸我们在这个把暖通呢也加在这上，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这张图相对来说尺寸可能少一些，所以说把暖通加进了这张图之中。接下来呢是消防布置图。消防布置图呢，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喷淋和烟杆我们的尺寸呢，大致的经验值是9.6米一个这个烟杆，然后3.6米一个喷淋，然后这个尺寸呢可以比如说3.2米一个喷淋或者是9米一个烟杆，但不可以不可以，比如说10.5米一个烟杆，那这不可以。就是你可以比它这个两者间距可以比它短，但是你不可以比它长是这样的。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喷淋之间的一个连线他们因为他们跟灯具一样，也要走这个线路的嘛，对吧？他们喷淋之间的一个连线，然后以及烟杆之间的连线。最后一张这个平面部分的图是这个一层的消防尺寸图我们就是把具体的这个每个喷淋之间，你看这个是比这个3.6米短2.4米一个这样这个烟杆呢，这里面设置了6.5米一个但相应的这两个距离都相对较近了可是这样可能覆盖的面儿更全一些好了，现在我们就是把后续的刚才那段直播没讲完的这个一层的平面的这个一层平面，包括天花这一块的这个施工图部分都讲解完了等下一个视频呢，我们具体录这个立面和节点以及还有很多这个就是通用节点的画法，我们不可能每一套图里把所有的通用节点都放进去但是会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就是都有哪些这些通用的节点。下一个视频我们录这个好，这个视频结束了。